刘备是如何借到荆州的？借的是哪些地方？周瑜是因为嫉妒诸葛亮的才华而被气死的吗？关于这段历史在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，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借荆州及周瑜英年早逝。赤壁之战失败后，曹操慌忙退回许都，让自己的堂弟曹仁驻守江陵，刘备和周瑜则率领数万大军沿江而上，一直追到了南郡的治所江陵，向曹仁发起攻击。然而，由于江陵城池坚固，守将曹仁勇猛善战，孙刘联军一时难以攻破，只能隔江对峙。这时，甘宁给周瑜献计，他请求亲率数百人，从小道直取江陵上游的夷陵，只要拿下夷陵，便可东西两面夹击曹仁，迫使曹仁北撤。夷陵即今天的湖北省宜昌市。甘宁日夜兼程到达夷陵，由于城内并没有多少兵马，所以很快就被甘宁给攻破了。曹仁得知后大惊，立即派出5、6千人前去围攻，可甘宁此时只有几百人，加上破城之后新增的兵员，也不过1000人左右，根本无法抵抗。于是连忙派人向周瑜求援。周瑜得知后与众将商议，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能去救，因为如果派去的兵太少，无法救出甘宁；如果派去的兵太多，则会造成江陵空虚，曹仁趁机攻打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吕蒙却对周瑜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前去救援，留下凌统防守江陵，我们用不了多久就能返回，我保证凌统最少能接受10天。”周瑜采纳了吕蒙的建议，亲率主力驰援夷陵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吕蒙又给周瑜出了个计谋，他让周瑜派出300人，用木柴把本来就险峻的山路截断，以阻挡敌军逃跑。之后，他们率军到达夷陵，立即发起攻击，曹军大败，所杀过半，剩余的人马只能趁夜逃走。可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本就险峻的道路被周瑜派人用木柴给挡住了，曹军无奈，只能下马步行。这时，周瑜率军追上，曹军只能放弃战马逃跑，周瑜便俘获了战马300多匹，军威大振。之后，他们快速回到江陵，趁胜向曹仁发起攻击。曹仁登城远望，见周瑜的前锋已经有数千人抵达了城下，他立即招募300名勇士，交给部将牛金统领，让他出城迎敌。可吴军有数千人，牛金只有300人，很快他们就被吴军给包围了。眼看这300人有去无回，城上观战的曹军将士无不大惊失色。可主将曹仁镇定自若地下令备马，他要亲自出城营救。陈缴等人极力劝阻，可曹仁不听，立即披甲上马，仅带领数十名骑兵就冲出了城门。牛金等人见主将前来，军心大振，奋勇杀敌之后，终于突出了重围。就在众人稍微舒了一口气的时候，只见曹仁再次冲入敌阵，因为敌阵之中还有被困之人，通过一番厮杀，曹仁将剩余人马全部救出，这才退回了城里。陈缴等人无不感叹道：“将军真乃神人也。”就这样，周瑜和曹仁谁也战胜不了谁，双方只能在城下对峙。一直到209年12月，整整1年时间，江陵城依然没有攻下。周瑜非常着急，他决定与曹仁约定日期，展开一场决战。曹仁立即答应，于是双方便在江陵城外摆开阵势，互相冲杀。周瑜亲自骑马督战，然而在激战的过程中，周瑜竟然被飞箭射中了右边的肋骨，伤势非常严重，只能引军退回营垒。曹仁得知周瑜受伤后，亲自督军前来攻打。周瑜见状，强忍着伤势从病床上起来巡视各营，激励将士。吴军奋勇杀敌，曹仁抵挡不住，弃城而走，江陵城终于落入了周瑜之手。孙权得知后非常高兴，任命周瑜为偏将军，兼领南郡太守。那么周瑜和曹仁鏖战期间，刘备去往哪里了呢？原来刘备听取了诸葛亮的计谋，他趁周瑜和曹仁激战之时，表刘表的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，率领大军前往荆州南部。结果武陵太守金旋、长沙太守韩玄、贵阳太守赵范、零陵太守刘度全部投降，刘琦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荆州南部的4个郡。不久之后，刘琦病逝，众人便推举刘备为荆州牧。周瑜将南郡长江以南的地盘分给刘备，刘备将治所设在游江口，之后改为公安城，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。
至此，随着周瑜夺取南郡，刘备招降荆南4郡，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7郡，分别被曹操和刘备以及孙权瓜分。其中，曹操占据着南阳郡以及江夏郡长江以北的部分，孙权占据着江夏郡长江以南的部分以及南郡的大部，刘备则得到了荆南4郡以及南郡长江以南的部分。之后，刘备亲自前往京口与孙权会面。这时，周瑜认为刘备是个巨大的威胁，连忙给孙权写信，建议把他安置在吴郡，给他修筑宫室，赐给他美女和珍宝，让他享受声色之余，然后让他与关羽和张飞分开，趁机软禁刘备。可孙权认为曹操在北方仍然需要刘备的牵制，而且担心刘备一时难以制服，所以就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。相反，他为了继续巩固孙刘联盟，还将其妹妹嫁给了刘备。孙权的妹妹在《三国志》中被称为孙夫人，民间戏剧则称其为孙尚香。他才智敏捷，刚强勇猛，身边跟随着100多名士兵，手执大刀守卫在他的身边，即便是刘备进入内房时，都感到害怕和恐惧。之后，周瑜和甘宁力劝孙权西取巴蜀，然而孙权犹豫不决，前去征求刘备的意见，可刘备早就有占据巴蜀的打算了，因此他便巧妙地劝阻孙权。210年，周瑜再次给孙权建议说：“我恳请与奋威将军一起夺取蜀地和张鲁，然后留下奋威将军固守，并与马超结盟。我回来之后，便和将军一起占据襄阳，进逼曹操，北方便可谋取。”孙权终于同意了周瑜的战略方案，于是周瑜便从京口出发前往江陵，准备在江陵整顿兵马，夺取益州。然而，当他走到巴丘的时候，却突发疾病，不幸病逝，年仅36岁。巴丘即今天的湖南省岳阳市。孙权得知周瑜病逝的消息后，悲痛不已，哭泣着说道：“公瑾有王佐之资，然而寿命短促，以后还能依赖谁呀？”周瑜的灵柩运回吴郡的时候，孙权亲自前往芜湖迎接，并穿上丧服为其举哀。得知周瑜病逝后，刘备以土地稀少，不足以安民为由，向孙权请求都督荆州。孙权找来鲁肃商议，鲁肃基于战略考虑，劝说孙权将东吴占据的部分荆州之地借给刘备，让他站稳脚跟，与东吴一起抵御曹操。于是孙权便同意将南郡借给刘备。所以刘备借荆州，其实借的只是荆州的南郡，而且只是南郡长江以北的部分。就这样，周瑜耗时1年之久拿下的南郡，前往益州重要的战略要地，最终刘备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。至此，3分天下的雏形基本形成，刘备从此之后再也不用去投靠别人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